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字节跳动火山引擎 RTC 团队。我是从2019年加入的这个字节跳动，然后参与了火山引擎 RTC 从到一的构建、优化和引进。然后我目前的话，主要负责这个不断的标准化这个多种端的这个体验优化。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 WebRTC 媒体传输探索，柔性多样化应用。WebRTC 其实本身呢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所以提到 WebRTC 的话，不同的人可能想到东西不太一样。比如说，对于这个Web 的开发者的话，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浏览器里面这个 WebRTC 的这个 API。可能对于 Native 的 CK 开发的话，可能想到的呢是谷歌的这个 WebRTC 开源库。然后对于像这个服务端工程师的话，可能想到的就像 SDK 交换呀，以及这个IC 建联呀这些相关的一些网络协议相关的一些东西。总的来看的话呢，WebRTC 是分为这个界面和媒体两部分。界面的话呢，就是负责这个 System Description 跟这个 STP 的一个交换，而这个媒体的话就是负责这个媒体识别传输。这样或者是一个 P2P 传输项目。然后在这个实际应用中的话，很多情况下都不是说我们浏览器这边去直接建联，然后进行这个知识传输，而需要一个服务器来录呢，就是说用户这段部分会放在这个云里面。还有今天分享内容呢，就围绕这个媒体和界面两个部分来展开。第一部分呢就是媒体，WebRTC 媒体传输探索，我们会介绍一下 WebRTC 的整个媒体传输的流程，以及它的相关的一个 API 和一个新的技术。还有呢，就是第二部分呢，就是 WebRTC 建立标准化应用，里面会介绍一下这个 Web 协议和他们的应用场景，最后呢是总结。第一部分是这个 WebRTC 媒体传输探索。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在 WebRTC 里面这个数据是怎么传输的。在浏览器里面的话，其实主要涉及到两个对象，一个呢就是 Image， 对呢就是 WebRTC 的这个 Peer Connection。然后 Image 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数据源，然后所以说主要负责这个采集和算力。然后具体来说的话，采集的话主要这几个 API 可以布置到这个 Image，一个呢是 Get UD， 这个呢这个布置到摄像头和麦克风。然后呢一个呢是Get Display 点，这个呢这个屏幕上。还有一个呢就是 Video Canvas， 可以调这个让这些电脑来布置到它的这个 Video 的数据源。而这两个的话呢，我们就是把这个 Image 是绑定到这个Video 源上面就可以了。可以看到。之后的所有的流程的话，都是为 WebRTC 所负责的，包括这个数据的编码、解码、分包、指标、包括我们接收。最初的话，其实我们只要布置到 Image， 然后把它绑定到这个 WebRTC 上面，或者说我们拿到 WebRTC 以后，从 WebRTC 的团队里拿到这个 Image 以后，就把它绑定到应用源上面，这样就实现一个媒体自由传输。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其实也就是调取 API 的实现，就非常方便。但是对于这个 RTC 厂商所有的提供商来说的话，这里面其实就有些痛点。因为 WebRTC 包揽了从编码到发送、从接收到解码的所有的流程，这就使得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在其中做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定制化的东西。比如说在分包和主包的前后的话，其实是有一些这个GIS 的控制策略以及一些算法能够优化这个传输效率。但是呢，没办法可以把这个都包起来了，没有办法跟你去做，我们就只能使用对它极限的实现。像它 native 后端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去修改、自己去优化。这些使得呢，其实在浏览器里面的话，不同的这个 RTC 厂商，他们的这个在媒体传输效果方面的这个差异性是很小的。两个都能用，然后呢都是用 WebRTC 的实现。另外就像一些新的功能特性，比如说一些更新的高代点那个。我们之前的这个谷歌去开发完了以后，我们才能在 Web 端里面去用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也有自己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咱们在这个 WebRTC 的工作组去提一些需求，去提一些新的 API， 然后呢，能提供一些硬件能力。另外呢，还有提出一个帮 WebRTC 的一个方案，可以通过其他浏览器的组合来替换这个 WebRTC。
接下来我们要分别来看一下这两个啊。首先呢是 API 的话，我们其实有这么一个 WebRTC Installable Streams 这样一个 API，那这种呢是在 Chrome 8.6里面去实现的，它们是可以让我们对 WebRTC 里面编码后和解码前的数据进行一个推理的速度。但是随着这个标准讨论和发展呢，目前它的标准里面的名字叫做 WebRTC Encoded Transform 并且 Chrome 的实现已经和这个标准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还是以这个 Chrome 的这个实践为例，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变化的。首先我们用一个3个这样一个 print encoded stream 的方法，可以拿到一个 readable 和 writable。3个呢其实就是 WebRTC 里面的一个零的发送的一个对象。最基本的话就是 receive。然后呢，之后呢我们再去创建一个 transpose stream 里面实现了一个 transpose 的方法。然后 chunk 的话就是我们编码后或者是解码前的这么一个数据，然后呢我们可以对它去做一些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些修改，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把它送回来这个 controller 里面。最后呢我们通过 readable， 然后呢第二个 transform 和 transform 连接起来，然后这样还有 to 和这个 readable 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呢就建立了一个WebRTC自定义的这个数据处理的这样一个应用。当然如果说这个计算量比较大的话，我们会把下面的部分去放在一个单独的 worker 里面，然后去通过 host message 来传递这个 readable 和 writable 这样的对象。有了这个 API 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实现一些很多的一些新的应用，比如说这个端加密。WebRTC 它本身在链接上面是有这个加密，但是呢，它仅限于它的这一个链接。在一个有服务器的条件下的话，那发送者和这个服务器之间是一个链接，而服务器和订阅之间是另一个链接。这两个链接是分别加密的，它们的密钥都是分别和这个媒体服务器去协商的。那你要意着这个媒体服务器其实是能够拿到这个我的数据的。就在一些这个保密性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场景下的话，其实就不太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说，我们自己去部署一个密钥服务器，然后再把一些专门的密钥去分发给发布者和订阅者。然后呢，我们通过 WebRTC Installable Stream，然后对于发送前和或者是外部数据进行加密。这样的话，只有发送者和接收者他们才能拿到这个原始的数据，从而是做一个全链路的一个加密的功能。然后另一个应用呢是网民的控制。这个是说在 WebRTC 里面有音频有一个 brand 这样一个分包格式。具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它一个包里面会在这个 brand 的头，然后后面呢会多很多的音频数据。原本的话一个音频可能只会一个一般我只会有一个这种数据，这样的话就可以允许带多个数据。然后这些数据的话呢，是关于是旧的跟新的，像这样换一样。第一个里面是变成1和变成2，第二个呢是变成2和变成3。1.2呢在这个包里面作为是新的数据的，但是在第二个包里面的话，就是作为一个旧的数据。然后我们其实把这个变成是分为2个，也就是对数据进行这样的一个有名的发送。然后呢，我们来对抗一些漏网的环境。Red 本身是没有限制说在一个 Red 包里面能够带多少个数据的，但是目前在WebRTC里面的实践的话，它只会在2个人上换了一个新的。在一些网络环境比较差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能会希望说去一个或者是控制它那个网络或者一个包里面的多少数据。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 WebRTC Installable Stream去拿到这个原始的那个数据以后，自己去把它解析一遍，然后拿到说这些数据可以拿到3个就是原本的数据。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窗口里面，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自己再去重新得到这个原本的数据，自己能够说一个Red包里面得到的数据，这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让它带3个，前2个是旧的，然后最后一个是新的。然后还有一个应用就是 SEI。SEI 呢是 H264的一个数据格式，它可以让我们去携带一些跟视频流有关的一些数据，比如说这个字幕，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拿字幕去和音视频流去做同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API， 然后呢我们去把字幕的数据作为 SEI 实时的去传到音视频流中，然后呢在播放端去拿到可以展示出来。这是目前可能是仅有的一个可以对 WebRTC 进行一个自定义、提供自定义的权利的一个 API。
并且刚才也提到了，目前这个所有的实现的话，标准上不太一样。然后像 Firefox 的 Safari 的话，目前就是刚刚实现了，所以说这个 API 在很多软件里面的话，它的实现不太统一。而随着这个 Web Collapse 和 Web Transport 的出现呢，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方案，我们可以用这个 Web Collapse 去实现这个编码解码，然后用 Web Assembly 去自己实现这个多包组包以及相关的一些 JS 逻辑。最后呢，我们通过 Web Transport 的不可靠通道来进行数据的包装和发送和接收。这个方案呢被称为 Unbounded WebRTC。那这个方案只适用于 Front 和 Server 些，像 B2B 的话，我们还是需要 WebRTC 这个打包的技术。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各个模块之间它们都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可以在不同范围之间去实现一些我们想要的处理，并且它的这个分包组包Web Assembly 完全是我们自己去开发去实现的，那我们就可以去更定制化的去开发一些 RTC 的功能，从而实现不同厂商之间的一个差异。于是呢，我们团队就对这个我们原本的这个 Web 的 SDK 去做了一些改造，它实现了这么一个架构。首先最上层呢是 Engine 这个中央端的一个接口，里面主要处理和采集智能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下一层呢是 Room， 因为我们这个 SDK 还是基于这个黄金逻辑的，所以说它会有这个 Room 这样的模块，然后里面会有 Local Stream、Remote Stream 的发布的这个。然后再往下的话呢，就是媒体和信念的模块，就是处理 SDK 方面的东西。然后再往下的话呢，就是 RTC 的能力。这层呢原本呢就是 WebRTC，目前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替换成 Web Assembly 以及 Transport。然后是对的呢是，不仅我们这个媒体传输用的是 Web Transport， 我们信念通道也用的 Web Transport， 用了它的一个可靠的传输通道。这样子能够实现一个信念和媒体在传输通道上面的一个链接上面的一个统一。这样呢是一个各模块的一个交互的一个时序图，像刚才这个 RTC 的历程都是在这个你刚刚的 work 里面去执行的。因为是该具体流程我就不介绍了。然后我们除了这个流程以外呢，还在这个 Web Assembly 里面去自己实现了一些Pure 项目来优化这个传输的效率。最终经过我们的实践和测试呢，目前也发现这样方案其实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对于 Transport 来说的话，我们虽然说用的是它的这个不可靠的一个传输通道，我们希望它可能就和 UDP 一样，但事实上呢，它这个底层的协议里面还是内置它这个原生控制的一个策略。这个对于 RTC 映射的这个就是控制的做法的话，对这个 RTC 场景的话，其实不会有好。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单链接上面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包的一个出现级，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一个链接上面可靠通道去传输信息，然后不可靠通道去传输这个媒体，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不知上报的一些东西。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希望对这些数据有一个陷阱的。二就是RTC 这个算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个对网络的一个再生估计。但是 Web Transport 的话，目前没有把这个反馈给开发者，那我们上层内自己去独立的设计，去实现这样的逻辑。对于 Web Connect 的话，主要是它的像目前还没有WebRTC 一些特性问题，比如说像增长呀，以及这个 FVC 啊，以及多方反馈的一些特性。还有就是我们两期的一些兼容性和实现问题。总的来看的话呢，这套端的话，距离具备实现这个 WebRTC 能力的差异化。还有一个先打磨。这是第一部分。接下来第二部分 WebRTC 进标准化应用。下面的话呢，其实是 WebRTC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它是被排除在这个 WebRTC 的这个实现之外。也就是说，并没有统一标准。那么不同厂商呢，就会去实现不同的信息。这也导致说，这种一旦一个开发者选择了这个某个一些厂商。那么这个是它的 SDK 它用是一个自己私有的一个自己协议，然后一旦你通过这个其他的 SDK 去做自己的这个业务逻辑的话，你最后再想去换到其他厂商，你就没那么容易，因为 API 是不一样。而这个微软和 Web 协议出现一个带来了 WebRTC 在 Web 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协议。
Web 的全称呢是 WebAssembly Injection 和 Egress Protocol，一个是用于背流，一个呢是用于拉流。Web 呢最早是由一个海外的 IDA 厂商 Webpack 发出的，目前呢被 IETF 的 IEST 工作组审查，然后即将成为一个正式的 IETF 标准。然后 Web 型这个一经推出呢，就在设施里面产生了不错的反响。于是呢，我们就和 Webpack 又一起发起了这个 Web 型关于拉流。然后目前呢，已经被 IETF 工作组采纳，成为了一个工作组草案，目标是在2024年底去提交这个 IES 的审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微博 Web 型的一个基本的流程。我们这个微回，首先这左边是一个 client， 也就是客户端。第二边呢其实都是图的，但是呢它是不同模块。这些模块的话，你可以挤在一起，也可以分开布置。这个的话，主要就是用于这个Office 的处理和交换。然后 BSR 的话，就是负责这个数据的传输。3的话，就是通过企图创建出来的一个资源。然后呢，我们 client 通过调这些一些请求，要在 bound 我们带的一个 offer， 也是 favorite offer。然后呢，按照 build 经过处理以后呢，一个 answer。然后呢，那个 C 每个 answer 这条的话，这里面以后，它就会去进行 IC 文件连以及这个媒体数据的传输。这个如果说想提醒这个的话，就去调一个 HTTP 的运行流到30，然后呢，传30给上去。可以看出来这个协议是非常简洁的。它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能够方便快速的去进行这个Web8的接入。这个协议呢，不仅规定各种简单的流程，然后它还规定了对一些 IC 文件进行支持，以及一些内容会。Web 协议呢，其实和它的这个目前的流程是类似的，只不过这个 offer 里面带的是一个 LAN 但是 Web 其实会比 Web 面临更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因为拉流是跟链并的，那么非常的不存在，或者说各种一些信息和拉流规矩里头该怎么处理，这都是去别人否认目前工作所发主要能于这个 Web 的标准化之中。有了 Web 以后呢，这些厂商就可以去把他们的服务能力去做到开放。我们把这个称为 WebRTC Transmission Network， 也就是 WTN。通过 WTN 呢，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直接的一个开发流。这样的话，部分的开发者就可以很快的去调用这个接口去实现一个这样的功能，然后说数据更多的这个 WebRTC 应用。目前的话，已经有一些产业的厂商去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服务。WTA 的一个应用场景呢，典型应用场景呢，就是流动的一个电子后端。然后呢，我们要通过推流来跟通过让其他人今天的这个 WTA。然后呢，由于这个协议的简洁以及浏览器对这个 WebAssembly 的原生的支持，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实现一个流动的英文 DNS 通关。已经有不少的这个开源的推流软件平台以及这个人微信服务器都已经实现了支持了 Web2.c。像 OpenX 就在它的30版本里面是正式支持了这个 Web 推流。还有我们去开发了支持 Web3 的 FMI， 一个外交，它也在它的 API 里面去实现了支持了这个 Web 推流。另一个应用场景呢，就是厂商的互换。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一个业务接了一个IC 的厂商，但是呢，后面他可能想换一个厂商，真的会厂商去。那么由于老板的程度的话，那么必然会有一部分人还是会接到非常的服务里面去。就跟后面道理一样，一个人非常的有一个帮助者，然后呢，我们可能希望非常的能够拉到你。在原本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技术之前呢，我们只能说是去联合去部署两个 SDK。一个 A 厂商的 SDK， 一个 B 厂商的，然后我们去把流通过上的 SDK 拉到以后，重新到 B 厂商的 SDK 里面再推上去，然后从能让这个 B 厂商的人来拉到。如果说这个 SDK 没有提供一些特殊的这个接口的话，那么这个数据会在 A 厂商的 SDK 里面先解码，或者 B 厂商里面是重新这样的话，就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这个进行网络的延迟。但是有了这个网以后呢，只要让厂商实现了这样的接口，那么不管说是我们是让 A 厂商通过 Web 协议去转移到 B 厂商，还是说我们让 B 厂商通过 Web 协议
去同时的28.5都能实现这样一个流的一个直接传输，这样子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厂商之间的一个互联互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备份，在一些农灾或者中保的情况下的话，其实一个业务可能会接不止一个厂商的一个 RTC 服务。那个关于这样的话，会跟他们的 SDK 这个 SDK 呢能实现连适配的，至少同一个厂商的这个 SDK 接口。同时，不同厂商尽量通过他们各自特有的一些技术协议，去接入到他们各自的这个 RTC 的服务里面去。一方面的话，有多个厂商的这个 SDK 会增加额外的这个高级级；另一方面的话，这个适配层也不好维护，因为这个多厂之间的接口可以都不太一样的，即使是一些功能相似的接口，它们里面的实现可能也是有些个差别，那么维护起来会非常麻烦。这时候呢，我们就考虑说，用对头办法来把厂商的 SDK 给高质量。我们业务呢自己去实现一个 SDK，它用的是标准的 SDK，然后业务的信用服务呢，通过不同厂商的这个业务量接口调用，然后呢加上 SDK，然后通过在事实上 IPC SDK 里面呢，是能够出现和不同厂商的这个合作接口去建联，从而实现一个进入不同厂商的这样一个功能。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一方面你如果增加你做了厂商的服务，那么你的 SDK 是不需要动的，你的这个 SDK 也是不会有额外的一个体积的增加。另外，这个维护起来也非常方便，并且可以随时接更换厂商，因为只要你实现独立的 Web 协议，你简单上的这个很多都可以用。OK，我总结一下，就是我们 ICT 厂商呢，其实是要更多的这个887的这个反复的一直化的努力，这样才能包括各自的技术来实现彼此的差异化。我们可以去提一些新的 API，但是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发展的成熟过程来实现887的功能。这样可以释放更多的开放能力。但是呢，这个这个方案出现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探索和宣扬。而随着这个微调的协议提升呢，更多有标准化的协议能够接入这个 WebRTC，这方便了 WebRTC 业务开发，也使得各厂商之间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好的，这是我分享的策略，谢谢大家。